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77.21，收盘价是185.1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46，最低价是在177.1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224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91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MACD 快线也是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啊，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在上方5日均线值受到压力，然后最后收盘是收在了高位，并且呢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那虽然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来说是量缩，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成交量依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也就是相对于前几个交易日啊，仍然是抱有大量。那么这样一根啊，含有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和前一个交易日这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么它们构成了一个K 线组合，也就是右侧的这根 K 线的实体绿 K 的实体部分包含了左侧的这个红 K 的实体部分。那出现这样的 K 线组合，在股价下跌到低档的时候，通常它是止跌或者叫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那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两根 K 线啊都抱有大的成交量。那我们会看到，在这2个交易日的成交量较之前几个交易日啊，相对是还是较高的。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那么这2根 K 线它们的最高也就是186.5和它们的最低175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那我们依据这样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来说呢，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86.5，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高，那么将会确认股价将出现变盘向上，也就是确认这个 K 线组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175呢，那么将会有新的一波的下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跌，收盘价会在173。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89。实际在2月6日收盘价是在185.1附近，也就是出现了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是
点位相差较大，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的反弹，它将是一个高开盘，对，最低是不低于182的，而实际的这个反弹啊，它是在盘中出现的反转向上，也就是大幅的低开盘，然后最后股价是收在高位。那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说明这根 K 线是有多头的力量介入的，对。所以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这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2月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要调整一下，因为目前是出现了新低，然后又出现了反转向上。从目前 K 线这样一波空头趋势来看，目前是1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196.35，它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我们把200关口的这个先去除，调整到这个位置。好，那么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自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也就是现在有头低底底低，如果站上它，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对，那么196，我们就取一个整数，就取196。196如果被站上呢，那股价继续向上的第二个目标，我们认为是241，也就是1月8日这根绿 K 的最高，因为它是出现回档，然后再出现高点，所以说呢。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啊，其实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真正的目标就是接下来第三个目标是265，也就是瓦解重新站上瓦解这一波下行。对，所以股价上行的三个目标分别是196、241，还有就是265。好，那么我们之前定的这个目标呢，223和200关口，我们都把它设成一个其实中间目标，实际上它们仅仅是压力位，所以我们先去除它。我们等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96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中间的压力位加回来。好，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的三个目标是这样的。好，我们。这是股价的上行，当然股价的上行，我们说站上第一个目标之后啊，20日均线值啊将是一个强压力。我们也会看到，现在20日均线值在新的 K 线生成之后，已经进入到这个缺口好，那么20日均线值我们看到，我们测算是在2月7日啊，我们测算20日均线值已经会到达200关口附近了。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的下行呢？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就是175。我们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好，那跌破175的目的就是再次出现底底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头，然后出现下行。这是底底低，然后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反弹，上边是有头低的，所以头低底底低，现在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再次出现新低，所以175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我们原来设定这个180啊，我们稍后还会去做描述。好，这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175如果被跌破呢，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52，也就是要瓦解这一波涨幅。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02，这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走势的一个说明。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目前的交易日啊，目前的近期啊。
那上方的第一个目标196和下方的175将会成为决定股价是否会出现叫做变盘走势的两个重要标志。对，那么在到达这两个标志之前呢，在这中间还有我们可以观察的位置。好，我们继续来说，那180我们要补充说明这个点，因为180相对于股价出现反弹横盘之后这个前低直到现在股价收盘价是一直没有被跌破的，所以180这个位置它依然是一个如果股价出现下行，它依然是一个叫做支撑。因为我们看两根 K 线一度是盘中会跌破180，一个是大幅的低开盘，也就是开盘即跌破了180，但是呢，都是有多头的力量去推动股价上行，最后收盘价都收在180之上，那说明这个位置现在目前还是被关注的，所以180将是股价在2月7日如果出现下行，它依然是一个支撑位。好，那么上方呢，我们会看到这根出现日内反转 K 线的最高186.5，我们说将会成为股价到达196之前的一个强压力，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那才有可能会到达196，所以我们说在186.5和180这两个位置是目前股价走势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压力和叫做支撑。所以我们现在调整一下水平线。那对于2月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186.5。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继续出现反弹的走势；但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甚至是会出现反转向下。尤其是股价如果是低开盘，然后如果到达这个位置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跌破175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好，这是一个位置，我们再把180这个水平线再加回来，我们也取红线，但它不是我们的观察日内的，它不是我们盘中的观察位，是我们标记出来。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186.5，对于2月7日来说，好，当然我们把180也作为观察位，好，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观察到股价是否是怎样来突破。那上方站上186.5会有反弹的走势，然后很容易到达196，但是在日后的 K 线如果收盘价跌破了180，那么我们认为175肯定是要被跌破的。对，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走势的分析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1月29日收盘价192附近进场的，获利目标是198到199。那么这个仓位如果在之前没有在这个位置没有获利出场呢，那么我们认为那这个仓位是一直被持有的。那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184或者是180。那在2月6日我们给出的要守的位置依然是，如果没有出场依然是180。那现在股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
那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仓位是不是可以去加仓。那这根 K 线啊出现了日内反转，虽然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是止跌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但是不足之处，虽然收盘价站上了前高，但是成交量是相对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所以加仓进场的条件不充分。那么在这个收盘价185.1附近是不可以加仓的，当然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也就是初次建仓。好，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进场加仓呢，或者进场抢反弹呢？我们要等待股价站上186.5之后，我们再来依据 K 线的线型和成交量来讨论是否加仓或者进场。好，那么这个5%的仓位如果继续持有，那到了2月7日，我们给出的是止损位是依然守180。好，我们指的是收盘价。收盘价跌破180，要即刻止损出场。好，那么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现在他们的目标一定是175和下方的152，也就是或者在这个地方163也是他们的目标。当然，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175。然后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186.5一直到96，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也就是股价如果站上186.5啊，虽然会出现反弹的走势，但是在到达196之前，这个区域依然会遇到压力，会遇到空头的阻力。对的，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当然，再向上还有一个200关口，对，还有20日均线值，所以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我们再来看压力位和支撑位。好，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在2月7日开盘之后，上方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4到186。对，实际上这个位置呢，它既是压力位，同时也是支撑位，取决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对，所以我们把它先设成是压力位。那其中10日均线值是从185到196，在5日均线值的范围之内。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愿意把它分开，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186.5，虽然它和186很接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两个压力位分开，它们的性质不同。好，我们再来看第3个压力位，就是从196到200关口，是在这个位置。然后第4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01附近，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180，第二个支撑是175，第3个支撑是下方有一个小的缺口在163附近，第4个支撑是15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或者我们称为叫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3，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1，收盘会收在188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5，最低下方会到达176，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78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呢，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